在今天一整天的時間進行靈活度、做筆記、信件、多工處理、視訊會議、續航力、剪片，還有做簡報這8個挑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BP 品科技，我是 BPW。為了要幫大家比較出到底要購買 MacBook Neo 還是 iPad Air， 我調查出了8個學生和上班族最常使用的情境，哪一台裝置它能獲得最多的勝利呢？第一個部分，我們就來進行靈活度的測試。我會從坐着到站起來，在沙發上面使用，通勤的時候使用，以及在咖啡廳的小桌子上面使用，還有夜晚的打字。我們來看一下哪一台裝置的靈活性比較高吧。那來分享一下我在每個情境的使用心得。從坐着到站着的話 ，iPad 它有可拆的優勢，然後用手捧起來也相比於 MacBook Neo 來的更加輕巧。那 MacBook Neo 我在单手使用的时候，它最大好處就是它的觸控板很灵敏。那 iPad 的話，我可能還需要借助一下我的手指頭的操作。然後在沙發上面的話，我覺得體感上差不多。iPad 最大好處是因為搭配这個鍵盤，那它墊起來的高度是比較高。然後在通勤的部分呢，我在車上坐的基本上就跟我坐在沙發感覺是差不多。那一樣 ，iPad 它的高度以及它靈活性會稍微來得高一點。在咖啡廳裡面的小桌子呢 ，iPad 它的空間就大很多，我可以擺一些配件、手機、飲料、充電器等等的東西。那 MacBook Neo 的話，它以筆電來說已經算是很小尺寸了，但是配件類的東西你就只能收在背包裡面。在夜晚打字的部分就毋庸置疑 ，MacBook Neo 它完全沒有背光，什麼東西都看不到。那我買的這一款 HyperKey 的鍵盤呢，它是有自帶背光的，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亮度跟顏色，在 App 裡面都可以控制。好，接着進入到第2個挑戰，我們來進行做筆記的挑戰。我們不是只有單純做筆記，我們是要看影片之後做出指定的格式。對，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看一支 YouTube 影片，5分鐘的影片，那主題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in 5 minutes。在看完影片的5分鐘之內，就要做完這個筆記。然後我們5分鐘內要在 Google Notes 或是 Word 任何的地方產出一頁，包含一個核心標題，至少6個重點的 bullet，以及4個方塊與箭頭指向的整個流程圖。所以我們就是同時需要用到文字以及流程這2件事情。那我們來看一下 MacBook Neo 跟 iPad Air 的產出結果怎麼樣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筆記的過程，我來各自講一下2台裝置的優勢。那 iPad 的優勢的話，就是它做出來的筆記其實更有彈性，它更好看。特別我是在 Google Notes 的時候，我的打字體驗跟手寫體驗都很好，因為我可以自己去善用，比如說鍵盤上面的自定快捷鍵，像是我要啟用文字方塊的時候，我不需要用手指頭或是 Apple Pencil 去點一下，我直接點鍵盤上面的快捷鍵就可以直接快速打開，然後滑鼠游標就可以直接選到我要的位置去新增文字方塊。然後在手寫模式的時候，我也可以透過這些按鍵來快速切換我的快捷鍵。那 MacBook Neo 的優勢的話，就是你在進行條列式打字的時候，速度非常快。比如說我在使用 Notion 打字的時候，我就一行一行打下去，然後可以做內縮，可以做標題的大小。但比如說還有涉及拖動、拖移，像我在制作心智圖的時候，你看我就需要去事先設定好心智圖的位置，再來我要拉線、換顏色，整體比較之下就沒有像 iPad 用手寫操作來的這麼直覺。而且最後大家看一下筆記的成品，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iPad 做出來的感覺。所以目前前2個挑戰我都是先投給 iPad 1票，所以 iPad 目前獲得2勝。好，接着第3個挑戰，我們回到家裡，因為剛剛咖啡廳真的太吵了，我覺得有點影響到我的收音。反正至少我們已經把前面該在咖啡廳裡面測的東西都測完了。那第3個東西的話，我們要測試的是信件的回復。根據統計，上班族平均一天要收發121封的信件。其中有35%是包含合約的確認、圖檔修改以及附件的上傳。我們會模擬客戶寄來一封緊急的新品體驗會的確認信，我必須要快速的做出回信，然後輸入長文，逐條的回復他問的問題，並且我要下載信件當中的合約，在上面進行畫圈、簽名，並且重新上傳給客戶。這幾個動作，我們會用 iPad Air 跟 MacBook Neo 來進行測試。好，所以我們收到的信在這邊。那我們要做2件事情，第一個的話就是簽署這份合約，並且把重點圈起來。然後第2件事情就是製作回信嘛。好，那我們就先把合約下載下來，進行簽約的動作。好，合約在這裡。然後如果你要用 MacBook 進行簽約的話，你可以直接用觸控板這樣簽名，只是這樣子很麻煩，就是你會寫超久了。我可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。對，就類似像這樣子簽名啊，真的是不太好簽啦。你看歪七扭八的。
所以這邊建議大家，你可以把你的簽名直接傳成簽名檔，這樣子就可以馬上進行簽名了。我是習慣用打字，然後再複製一個。好，然後這邊要用紅筆圈起來。好，大概就長這個樣子。那接着我們就儲存，然後回信這邊加上新的附件，然後接着呢，我們就來進行回信。好，我們終於打完了，好累啊，有點自己砸自己的腳。我設了一些語言的切換啊，然後還有要切換數字，所以讓整個文章變得很難打。我打了快5分鐘，我們等一下再看 iPad 打比較快還是 MacBook 打比較快吧。接着我們就換成 iPad Air。好，我們一樣打開 Gmail， 你看，然後這邊有個功能叫做標示，我們可以直接點擊標示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是用 iPad 的話，簽閱的部分肯定是快很多嘛，我就 BPW。好，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。然後我們只要點擊完成，然後就可以儲存檔案，就可以新增副檔。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確認它是有被我們標注過，所以你看，在第一步的部分肯定是 iPad 來的比較快嘛。那接着我們來測第二步。哦，終於打完了，然後檔案也附加在這邊了，我們又寄出。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反而是在選字的部分。MacBook Neo 它不知道為什麼，是因為我的電腦太新了嗎？剛剛比如說我們打吸睛效果的吸睛，它居然還打錯字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還沒有學習的很充足。然後在打字手感的部分，我覺得 HyperKey 它打起來是比 MacBook Neo 舒服的蠻多的，因為它的鍵程比較厚啦，它整個鍵盤的高度其實算蠻高啊。MacBook Neo 就是有點軟軟扁扁的，也不如 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的打字手感。那在使用心得的部分 ，iPad 它在文件簽署這部分絕對是完勝，因為我不需要先進行檔案的儲存，我直接點擊右上角開啟筆刷的繪圖功能，我就可以馬上簽名，然後也可以馬上在裡面全選，完全不需要像 MacBook 一樣，你要先儲存下來，打開，然後簽完名之後再上傳，而且簽名用觸控板簽名真的是很不好簽，除非你有自己先設定簽名檔。那在 MacBook Neo 它的優勢的話，就是整個網頁版的操作順暢度真的比 iPad 來的好很多。比如說，我可以快速切換視窗到桌面的檔案等等內容。那兩者在打字回復信件的部分，速度上是沒有差太多的。所以在第三個挑戰的部分，我們就先打平手。我覺得兩者體驗沒有差到這麼多。第四個挑戰，我們來進行多工處理，而且是4個 App 同時的多工處理。我們同時用 Notion 寫腳本 ，YouTube 看參考影片，同時間用 AI 問問題，然後複製貼上以及打字，並且回復 LINE 的訊息。當用戶他們需要同時在3個 App 以上之間頻繁的切換以及複製貼上的時候，傳統的筆電它會比行動裝置它作業的效率高出32%。我們就來看一下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。那使用心得的部分，這次真的是MacBook Neo 獲勝。第一個講到 MacBook Neo 的螢幕比例跟尺寸。第一個是它熒幕比較大，第二個的話是 MacBook Neo 它是長條形，比較接近16:9 ，iPad 4:3，你進行熒幕分割的時候，其實你兩個畫面都被分割得很窄，所以除非你看的東西是很長條形的，但是大部分的 App 它都還是以寬版為主，所以你看我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時候，在 iPad 裡面那個 YouTube 的畫面就變得超級小，因為 iPad 的比例就是4:3嘛。那 iPad 用起來，我覺得沒有想象中的這麼差，就是它多工操作起來其實沒有差很多，比如說你可以善用熒幕分割，然後拖移以及3指觸控板往上滑去進行多工處理，這些動作我覺得跟 MacBook 沒有差很多，唯一就是你不能同時開超級多視窗啦，但是你也可以透過目前調度的方式去旁邊看到另外4個視窗，所以總共可以有8個視窗。iPad 的部分也像我剛剛講的，像我这個 HyperKey 它有一些自定的快捷鍵，像我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時候，我就可以直接快速點擊上一首下一首，或是快速熒幕截圖、快速編輯，這些方式都是可以提升你很多的工作效率。好，第5個挑戰，我們來進入到視訊會議。根據遠端辦公的數據統計，工作者平均每周要開7.3場的視訊會議，而且會議中超過50%的時間，你是同時需要進行畫面分享以及檔案的傳輸。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挑戰就是要開啟 Google Meet， 至少進行5分鐘的連線會議，然後期間必須要全程開啟鏡頭，聽內容一邊去打逐字稿，並且還要進行熒幕畫面的分享。那這邊有一個蠻令人出乎意料的結果，就是 iPad 它的好處是它有自帶 Google Meet 的 App， 是我離開
Google Meet App 的時候，它還是會有一個小視窗可以看到視訊鏡頭的畫面，所以這部分蠻加分的。所以我就可以在邊打逐字稿的時候，可以同時看到我自己以及對方鏡頭的畫面。但是它這邊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，就是當我在進行熒幕畫面分享的時候，它不能同時開啟我的視訊鏡頭，所以等於說我前面設定的這個挑戰就完全失敗了。我只能直接分享我的畫面，但是沒有辦法分享我的臉，所以你只能可能透過 Keynote 的即時影片去彌補這件事情，但是不可能每個人簡報都是用 Keynote 做的嘛，所以這點是需要很注意的部分。那在 MacBook Neo 的話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缺點，就是大家平常視訊的那個流程，固定的視窗還是分享整個熒幕給大家，這樣子對你自己的隱私會比較有保障。第6個部分，我來進行續航力的測試。那 MacBook Neo 的部分，我們在上一支影片就測試過了嘛。如果你是正常的瀏覽網頁的話，續航力大概可以到8個小時。那如果你是很高效能的使用，比如說像是 AI 製圖、影片剪輯，續航力時間大概就會降到5個小時半左右。iPad Air 的話，因為我的是11寸，然後受限於它電池本身就比較小，所以你如果一整天使用的話，續航力大概也是8小時差不多啦，取決於你熒幕開啟的亮度。那我都是開超亮，所以續航力會稍微低一點。但是如果你是進行高效能的使用的話，比如說像是剪片製圖這些東西，它續航力反而會比 MacBook Neo 來的高一點，可以超過6個小時。那我覺得差別是在於，第一個 iPad Air 它的晶片一定是比 A18 Pro 好，第二個的話是因為 iPad 它本身就是效能過剩，所以它不可能像電腦支援這麼多 App 版的裝置這些東西，所以它一定不會來的這麼耗電了。好，接着第7個挑戰就是我最常使用的剪輯影片。那這邊的數據是告訴大家，自從短影片出現之後，已經有 45% 的輕量創作者，他們更傾向使用手指觸控或是用行動裝置來進行剪輯影片。那我們這邊的挑戰呢，當然沒有剪短影片這麼簡單。我們首先要將記憶卡插入，然後把我這些拍攝的素材進行重新命名，然後全部都是 4K 的檔案。然後接着呢，我要去進行分類歸檔，然後並且匯入到我的剪輯軟體裡面，然後剪成一個大概30秒的影片。我在進行檔案解壓縮以及重新命名，這個體感上幾乎是一模一樣的。你就是按右鍵，對 iPad 的觸控板也可以按右鍵哦。你按右鍵之後，然後按重新命名，這基本上就是一樣。然後在移動檔案的話 ，MacBook Neo 你就是用觸控板去多選它，或是按 Shift 然後去選擇你要多選的檔案。iPad 你用手指多選的話，你只能在特定的範圍多選。比如說你的視窗很長的話，你就選不到下面的東西。但是進入到後面的剪片部分 ，iPad 就很明顯展現出它的優勢，因為用手指剪片，其實我覺得比觸控板靈活的很多，這個大家可能要自己去體驗才會有感覺。比如說，我要經常去調整一些素材的位置跟大小，筆電的觸控板它很容易就不小心移到太多，或是沒有辦法馬上移動到我想要的位置，比如說要移到很遠的地方，所以我最後還是需要去旁邊點按那個 XY 軸的數值。此外，我剛剛有講到 HyperKey 的這個鍵盤快捷鍵，你可以在 App 裡面調整。像我進入到剪輯模式的時候，我就會直接把它改成複製貼上、剪下貼上的這種快捷鍵。那你看，我這樣新增一個軌道就非常快速。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做呢？因為你在剪片的時候，你可以把新的素材覆蓋到舊的軌道上面，保留好所有的編輯、調色跟裁切。等於說我匯入這個新的軌道，不需要再重新編輯它，所以我才很常使用複製貼上這個功能。好，接着我們進入到第8個，也就是最後一個挑戰，我們要來做簡報。那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剛剛的勝負。在多工處理的部分，我會投給 MacBook Neo， 然後在視訊會議也是 MacBook Neo。續航力的話，兩者沒有差很多，那 iPad Air 稍微好一點點，所以是給 iPad Air。剪輯影片的話，我個人還是投給 iPad Air， 這個就是看你個人習慣。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幾勝幾負。所以現在 iPad 已經拿到4勝了，然後 MacBook Neo 拿到3勝，也太剛好了吧？剛好我們就來進行最後一個比較。那最後一個比較的話，我們就是要去做出一個4頁的簡報。那這簡報我在這4頁當中都會各自設定不同的功能要去製作，我們就來看一下兩者做出來的結果。好，第一頁的話，我們是要去做出圓角矩形，並且使用漸層顏色的字。我們要做一個 iOS 生態系的簡報。然後很好笑，我在製作的時候，我最困擾的反而不是 iPad 跟 MacBook 之間的差別，反而是新版 Keynote 的界面，我找不到新增圖形在哪裡。對，反正就是點右上角找到圖形的地方去把它新增進去。那大家這邊可以觀察一下
iPad 跟 MacBook 的最大差別就是手指跟筆的並用。那你看，比如說我有時候要調整大小的時候，我就直接用手指頭跟 Apple Pencil。那或是說，如果是我要直接去調整这個物件固定的比例，我這時候又會用到鍵盤。這件事情它是可以两者並用的，這也是 iPad 的優勢。那第二頁的話，我們就是要新增很多不同的文字方塊，並且去匯入圖片。那不管你是使用 iPad 還是 MacBook， 它都會出現對齊線。只是 iPad 它 Keynote 支援的功能真的比較少，所以比如說你看我的文字後面要加上陰影，它只能用預設的幾種模式。但是 MacBook 的話，它可以完全自己客製化去調整。我們要新增大量文字方塊的時候，這個便利度我會給 MacBook Neo， 它觸控板可以很精準的對齊，很快速的輸入。那相比於 iPad， 它的準確度就來得沒有這麼高。在第三頁部分，我們就是要進行圖片的區別，並且加上文字跟箭頭。那這邊我整體使用起來是覺得 iPad 的使用體驗比較好，因為我要拖動物件跟調整大小的時候 ，iPad 的速度是可以最快，就是手指指哪到哪嘛。特別是移動到很遠的地方，你在使用 MacBook Neo 的觸控板，就會覺得哦，拖得好遠，我可能要分2-3次，會很不方便了。所以 iPad 的靈活性就展現在這一邊，你同時有鍵盤，又有觸控板，又有手跟筆，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控制你要怎麼樣的操作模式。最後一頁我們就是要做類似流程的東西，會新增很多個線條，然後並且要去移動它對應的位置。那整體使用起來，我也是比較習慣 iPad 的操作。那它唯一失誤的地方就是在最後面，我們要新增那個小小的文字方塊的時候，因為 iPad 它受限於它的熒幕大小跟手指觸控本身就會有誤差，我會一直點不到。所以這時候呢，就要把視窗放大，或是善用 iPad 它的觸控板。對，你不一定全部都用手指头去操作。那相較於 Neo 的游標的話 ，Neo 的游標一定是會準確的很多。iPad 的優勢就是在你有很多圖片要進行移動的這一種簡報很有優勢。那 Neo 的話，它就是贏在你需要進行文字或是一些比較複雜功能的簡報。好，影片最後再送給大家一個小彩蛋，整體用起來 iPad 它當然還是沒有這麼順暢，所以我想要告訴大家 iPad 其實還有一個超強的工作流。比如說像是我剛剛講到的 HyperKey 上面它有5個完全可以自定的按鈕嘛，那這時候呢，你可以做2件事情，你可以透過捷徑的方式去自定你這些快捷鍵。第一個話就是你可以在捷徑裡面去自定切換的模式，因為在 EIP 的 App 裡面，它就有 Good Notes 模式、Notability 模式、通用模式等等的，你也可以自己去新增。所以比如說，好，我開啟 Good Notes 的時候，它就幫我換成 Good Notes 的筆刷這些快捷鍵。當我回到主畫面的時候，它又幫我換成我常用的複製、貼上、截圖、剪下、貼上這些東西。那我這樣子在工作的時候就很方便，我不需要一直去重新調整這個快捷鍵，我可以完全透過捷徑的方式去實現。那我也會把圖附在這邊給大家參考，我捷徑是怎麼做的。很簡單，就是設定自動化，然後開啟關閉 App， 並且切換到對應的模式。第二個更厲害的話，你要運用到 Apple 的輔助使用的功能。你到輔助使用裡面去找到全面鍵盤操控，然後你去開啟指令，那你就可以把捷徑加到快捷鍵當中。比如說，我可以去設定改變專注模式、自動傳送訊息、開啟你常用的 App， 或是進行錄音的摘要。我完全可以透過這5個自定義的快捷鍵去設定，這也是為什麼我不使用原廠的鍵盤，我使用 HyperKey。我覺得它的優勢是在這。好，我們來講一下最後影片的總結。大家有沒有發現為什麼我都沒有講到 App 開發這件事情的比較？一定是 MacBook 贏嘛？但是我想跟大家說，不管是 MacBook Neo 還是 iPad Air， 我都非常不推薦去做 App 開發。大家可以參考上一支的影片就知道為什麼了。那如果你是注重靈活性的人，一定要去買 iPad 搭配鍵盤跟觸控筆，因為我覺得有這些工具搭配快捷鍵以及觸控板這些功能，它的自由度真的很高。比如說像 HyperKey 它的觸控板，它跟原廠鍵盤一樣，它支援了全面的按壓，所以你不管從哪個地方壓都是按得下去的。所以我只能說 iPad 它就是一個提供更多種選擇，但是它精細度沒有辦法像 MacBook Neo 來的這麼高，但是它的效能還是夠好的，所以基本上可以解決 80% 以上的工作。那如果你是追求絕對的工作效率，多視窗，完全只使用打字的功能，很重要，是完全只使用打字的功能哦。那 MacBook Neo 它絕對是你的首選，因為游標的精準度跟順暢度它一定會贏。然後你要下載任何的 PKG 檔啊，下載桌面版本的 App， 它支援度一定會比 iPad 來的高很多。大家現在可以在腦中好好的盤點，你最常的 App 有支援哪一些裝置？比如說像是我常用的 Google Meet、Notion、HapTabase、Slack 這一些，它都是2台裝置都有支援的。大語言模型 GPT Gemini Cloud 它也有 App 的版本，但是差別就是差在我不能擁有更多的
控制桌面、檔案管理以及呼叫等等的功能，這個是只有桌機筆電才做得到的事情。那最後講一下我自己這一整天，其實花了2天啦，你看頭髮都剪了，花了2天使用下來，我覺得 iPad 它令我最驚豔的點是在多工處理、剪影片跟做簡報。它其實沒有我原本想象中的這麼來的不方便，以及數據統計說的那樣子，所以完全就是取決於你自己能不能習慣這個 iPad 的工作流程，而不是硬要叫 iPad 去取代電腦，因為它的手勢操作跟邏輯上面就是不一樣的。那影片之後就來問問大家，你覺得上述這些工作到底是 iPad 拿來做比較適合，還是 MacBook Neo 呢？以及你最後選擇要購買哪一台裝置？因為這很有可能是 MacBook Neo 的最後一集影片了，所以歡迎觀眾就留言你的想法告訴我啦。我們就下支影片見，大家再見。Free Audio Post Production by Alphonic.com